罗峰因为斗殴事件被关进了宜安区看守所，我要你的人在看守所里闹出点动静。正因为他是准武者，他已经因为打架斗殴而被关进看守所。如果在所内又滋生事端，准武者资格就会被取消。我会安排人把你转到宜安区看守所，你替我除掉一个人。这难道就是宇宙能量？昨晚那黑暗气息非同一般，总感觉有股恶意在逼近我。唉，这都是些什么饭菜？是错觉吗？我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原来就是个黄毛小子。乖乖让我们弄断你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还可以少受点苦。那就一起上，包括你。我得先确认你有没有让我动手的资格。给我上！好，这才是我最完美的猎物。你还不出手？真是扫兴。本来还想和你好好玩玩的，可是眼下只好速战速决了。很好，你让我越来越兴奋了。五星向天对他而言不成问题。他的精神力让我惊讶。怎么可能？我那一记飞刀怎么会失误啊？蹲下，全部蹲下，蹲下，不动，不动，蹲下。
了张浩白，我还看到罗峰的家属受了伤，觉得事情另有隐情，就想办法调了监控。啊，我听说当初小区保安差点把监控视频删了，也多亏您能把它拿过来呀。所长，这次问讯眼镜蛇开口了，他说这次行动是周华阳指使的。知道了，你们安排一下吧。是。啊，谢谢您提供的重要证据，案件的后续我们会依法处理。这是哪儿？看来是军人疗养区。总感觉我的视听感官更清晰了。我竟然能隔空控制物体，去吧。这个难道就是教官说的极为稀有的精神念力？是不是精神念力？等日后再好好查查。现在先进行结因元能修炼吧。我的头，这又是哪儿？难道是我的意识进入了自己的脑海里？这雾气是精神念力。这个暗金色圆球，大概就是这精神念力的源头。不知道我之前几次头痛，是否也与它有关？也许以我目前的身体，无法承受过多的念力。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善用这份力量。哎，罗峰先生，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我是宜安区看守所的董安，这儿是区里的军人疗养小区。罗峰先生，你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我能回家了？那我准武者资格的事情，放心，明月小区的事情，我们得到了目击者的证词，也调取了监控核实，看守所这边的事也查清了。不知道是哪位目击者做的证，得好好谢谢他才行。至于对你有攻击性行为的在押囚犯，根据我们的调查，是有人授意他们打断你的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那是谁授意的？是一个名叫周华阳的地头蛇安排。不认识。我们已经审问过他了。至于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想来他背后的人来历不简单，我也不便多做揣测。你可以申请江南市安全局调查此事。作为管理武者事务的机关，能比我们做更多的事。谢谢。来历不简单，除了张浩白，我没有得罪过其他人。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有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事情竟然没成，怎么会？哎呀，没想到眼镜蛇这么靠不住，看来下次得找个真正的武者来干。哼，你还想有下次？怎么了？眼镜蛇那家伙把我供出来了，而且我上下打点，也没能删掉你那天的监控录像。罗峰要是上报安全局仔细调查这件事，这个录像会成为有效线索。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周哥，你有没有把我供出去啊？就算我不说，罗峰一旦把事情捅到安全局，顺藤摸瓜查到你，你也完了。就算是你输，想保你也难。我是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才告诉你一声，省得你被抓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找你叔好好商量吧，他做事总比你强。我不想被安全局抓去。叔叔，我要去找叔叔。好，我就送到这里了。董所长，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为我作证的目击者是谁？你是看到这个志愿表想起了谁是吗？闹够了！老虎，这次事情不小，你有办法吗？大哥，你就放心吧。浩白，从今天起，每天都给我待在家，不要再出去惹祸。知道了，叔。上次明明还没有分出胜负，可恶！还有你，能出来已经是你的造化了，别再给我惹是生非。其他的，你们什么也不要做。就算安全局来抓，也不要轻举妄动，一切有我。这个世界还是要靠拳头说话。罗峰不过是个准武者，一个没和真正怪兽厮杀过的小兔崽子，他要是敢和我胡来，张泽虎定要他好看。这是他好不容易送来的志愿表，我要仔细收好。罗峰，我来这儿散散心。你也喜欢这里的风景？嗯。许昕，谢谢你啊，愿意为我作证。不用谢，我一直都相信你。对了，恭喜你通过准武者考核。谢谢啊，不过我还没通过武者实战考核呢，和那些与真正怪兽厮杀的前辈相比，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还记得黑关金雕袭击那天，你看着武者的眼神。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眼中没有害怕，只有向往。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件事。你的志愿从来就不在这座围墙内。不在围墙内？你守护世界的这个心愿，我来帮你守护。看来要加赛一场了，罗峰。唐三，
不管在吞噬星空还是斗罗大陆，地点你选，我随时奉陪。快让我们弄断你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那就一起上，包括好，这才是我最完美的猎物。怎么可能？我那一击飞刀怎么会失误啊？这个难道就是教官说的极为稀有的精神念力？罗峰先生，你今天就可以回家了。他要是敢和我胡来，我张泽湖定要他好看。你的志愿从来就不在这座围墙内，你守护世界的这个心愿，我来帮你守护。朱议员，诸葛主管，有个文件，我要你看一下。不错不错，1个月的特训，你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明天的武者实战考核，你通过的几率很大。可惜啊，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江教官，您的速度太快了，甚至连脚都很少移动，就躲过了我的攻击。不是速度，这是身法，入危级身法。入危级身法？武者身法分为4个等级：基础级、入危级、完美级、意境级。所谓入危级身法，是通过观察对方的动作轨迹，做出预判，以最小幅度的动作来躲避攻击的身法。这是建立在大量战斗经验基础上的技术。这么高明的身法，还仅仅是第2级的身法。入危级身法并不算难，一般高级战士级武者都掌握了这种身法。高级战士级武者？哼，你还不知道吧？武者间也是有等级划分的。武者按照等级划分为战士级、战将级以及极为稀少的战神级。每个等级内又细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一般刚通过实战考核的武者都是初级战士级。战士级武者一般用热兵器可以战斗，而战将级武者都不惧怕热兵器，他们的神经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了现今射速最快的枪械。身法已经踏入了完美级领域。战将级之上就是战神级，他们身法快如闪电，拳脚能击溃大楼。是名副其实的战神。江教官，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在战神级之上的武者？有，超越战神的武者确实存在，他们的实力可以说是毁天灭地。不过这样的武者实在太稀有了，整个华夏国也不过2、3人而已。啊，5大国之一的华夏只有2、3名超越战神的武者。吴总教官，江年，诸葛主管到了，你带罗峰下来。我这就来。罗峰，快随我下去。罗峰，我听江年说你已经领悟了5星向天修炼法。是的，不久前领悟的。这个诸葛主管究竟是什么人？地位好像还在巫统总教官之上。
你现在的全力和速度是多少？今天刚测试过，全力是3110公斤，速度是每秒58米。很好，我今次来，就是代表极限武馆向你发出邀请，要你提前加入我们极限武馆。啊？提前加入极限武馆？可我还没参加武者实战考核。你的能力我已经确认过了，是值得极限武馆重点培养的人才。这是我们极限武馆开出的条件，你看一下。一套别墅，2000万华夏币启动资金，一套总价格在1亿华夏币内的导引术、刀法秘籍和身法秘籍。1亿？原本极限武馆对待新人的最高条件是5000万的导引术和秘籍，不过我很看好你，就提升了额度。这样的条件，你能接受吗？好，我签。欢迎加入极限武馆，你今天就可以搬入武者别墅小区。小年，这件事由你来负责。是，诸葛主管。我叫诸葛涛，以后我们会再见面的。将军官，这个诸葛主管是什么人啊？他是江南极限总会馆的3大主管之一，整个江南基地市的极限武馆，他的地位仅在总会长之下，而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高级战将级。高级战将级？好了，我们现在还是先忙搬家的事儿吧。我不是在做梦吧？当然不是，你跟我已经跟极限武馆签约了。可你不是还没参加实战考核吗？国风，走吧。想不到我罗红国有朝一日也能从城区的贫民区搬到市中心的高档社区来住。到了，这里就是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武者专属别墅区明月小区了。别墅区？爸妈，我刚刚只说是高档社区，没说别墅区，是怕你们太激动了。你这孩子，天哪，我没有看错吧？这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家就在这儿了。我来之前特意了解过，1楼主要是客厅和餐厅，2楼是卧室和影音室。别墅还配备了电梯。阿华，以后啊，你可以自由地在这栋别墅里行动了。看爸妈还有阿华那么开心，这一切都值了。不过现在得去处理一下别的事了。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就是周华阳吧？是，
小弟正是周华阳。你消息很灵通啊，这都能找到我？我在南岸小区等很久了，看到你上了极限武馆的车，也就跟来了。说吧，找我干什么？罗哥，对不起。怎么说？看守所的事情确实是我安排的，但眼镜蛇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肯定是张浩白那小子。张浩白？张浩白有个武者叔叔，眼镜蛇是被取消资格的武者。我猜他们有联系。武者叔叔？罗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个我不能说。罗哥，我知道情况了，我也不会再追究你。张浩白那边，我自然会跟他做个了断的。可是我……这杯茶是你请的，我收下这个人情。你我两不相欠。张浩白的账以后再算，明天就是武者实战考核了。小风，你不是已经签约武馆了吗？还要进行实战考核吗？是啊，我听说实战考核有很高的受伤几率啊。虽然签约了，但我如果没有获得武者资格的话，专属账户是不能解锁的。况且我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实力。这套装备可真不错。全身都是1级克罗合金打造的，至少可以抵挡 H 级怪兽的攻击。哎，可惜只是借给我们的。只要能成为武者，将来一定能拿到更好的装备。你就是罗峰？你是？雷电武馆，万东。找我什么事？我是雷电武馆提前签约的准武者，你我既然都是提前签约，敢不敢跟我比一下，比实战考核的成绩？没兴趣。你哎，怎么？你想在实战考核开始前打架，不怕被直接取消资格？哼，这小子真有意思，大概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吧。不过，你居然提前签约了，我还不知道呢。这个，你小子可以啊！实战考核的时候可别放水啊，让我看看你的实力。虎牙小队，我们要从北军区进入荒野区，这是通行文件。可是，这里作为武者实战考核的场地已经被封锁呀。我有通行文件，你没看到吗？大家的作战服和装备都领取完毕了吧？现在我来公布实战考核的内容和注意事项。上一周，我们有一批重要战略物资在被送往红宁基地市的途中遭遇变异怪兽袭击，护送队伍全军覆没。遇袭地点就在江南基地市外的荒野区，统称怪兽小镇。你们的实战考核任务就是前往怪兽小镇回收战略物资，同时对变异怪兽进行 DNA 采样，用于研究疫苗。DNA 采样？我这样的粗人可不擅长这样的精细操作。不用你们进行精细操作，你们只需要割下怪兽的耳朵就行。为了避免重复采样，你们采集的怪兽耳朵必须来自不同个体。采集的怪兽耳朵数量直接决定了你们的考核成绩。割耳朵？真是简单粗暴呢。实战考核的合格率是20%，也就是说，你们100名考生中有80人会被淘汰。现在，上车。实战考核全程监控，如有发生准武者间相互攻击的情况，我们会当场拘捕，并且永久取消武者资格。20%的合格率，这次的实战考核比之前都难了。好，本次武者实战考核开始。这次跟准武者考核的虚拟对战不同，是实打实的面对怪兽了。罗峰，
想不到你居然躲过了眼镜蛇的暗杀，差点把我也拖下水。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得罪高级战士级武者的后果。血腥味好重啊！近距离与怪兽对视，能够感到一股令人震栗的杀意。实战考核果然跟准武者考核是不同的。来吧！入危级身法是通过观察对方的动作轨迹做出预判，以最小幅度的动作来躲避攻击的身法。能理解一些了。下一个目标。被别的准武者攻击了吗？什么？不错不错，1个月的特训，你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欢迎加入极限武馆，你今天就可以搬入武者别墅小区。你们的实战考核任务就是前往怪兽小镇回收战略物资，实战考核全程监控，如有发生准武者间相互攻击的情况，我们会当场拘捕。血腥味好重啊！下一个目标。什么？金兀鹫？快，终止考核！一般只有 H 级、F 级的怪兽活动，怎么会有 D 级的金兀鹫的？快，终止考核！不，考核继续。诸葛主官，那头金兀鹫还是幼体，应该刚孵化不久，实力等级大概介于 E 级与 F 级之间。准武者们只要战术得当，即使不能战胜金兀鹫，也应该可以逃脱的。但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及早除掉金兀鹫这个隐患。这个隐患交给准武者们处理，不是更好？距离金兀鹫最近的准武者是谁？信号显示，罗峰。罗峰？来吧！全等的使用独角野猪的尸体来掩护攻击。这样的智力，难道金兀鹫就
就不可战胜了吗？不，一定还有办法。被躲过了。来吧，全力冲过来吧！这一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罗峰，罗峰这小子运气还真不错，先是躲过了金乌九致命的鸟会，后是飞走的战刀凑巧落在他身旁，否则他早就被金乌九撕成碎片了。不，战刀与金兀鹫擦身而过的时候，影响了金兀鹫的飞行轨迹。正是这次飞行轨迹的变动，让两者的落点汇聚一处，这是事先计算好的。啊，他计算到了这一步。金兀鹫的致命一击在最后时刻突然偏离了1.5厘米，难道？本次考核结束，现在公布合格名单。吕方，收集样品3件，战略物资1件；杨武，收集样品3件，战略物资2件。罗峰，收集样品36件，战略物资5件。万东，收集样品51件，战略物资7件。这么多，哎，罗峰，别泄气，你的成绩已经足够让人叹服了，以后有的是机会超越万东的。我本来也不介意。以上就是本次武者实战考核的合格名单，恭喜你们，现在是武者了。终于，小峰，尊敬的新晋武者罗峰，欢迎进入极限之家。我是您的专属向导，在极限之家，您可以获取武者相关资料信息，也可以购买各种武器、导引术、秘籍、装备、药剂、交通工具等等。等你们真正成为武者的时候，会有机会了解到精神念师的。您有精神念师的资料吗？根据您的等级和权限，我可以向您开放如下资料：精神念师
是武者中的天赋异禀之辈，主要分为以下2种：一、控物型精神念师，可以控制武器进行远程狙击；二、精神攻击型精神念师，可直接攻击对方精神。直接攻击精神。精神念师的修炼速度也在普通武者之上，这归功于其识海中的精神念力。通常，同一等级的精神念师，精神念力要高出同等级普通武者2级左右。那我岂不是有高级战士级武者的实力？以上为您的权限内所能查阅的有关精神念师的资料。罗峰先生，您还有别的资料需要查询的吗？没了。给我看购物列表。攻击类秘籍。我的天，这么贵啊！请不必担心，秘籍是可以分层次售卖的。比如这套灭世，作为世界第1强者红的独门秘籍，一共分为6层。世界第1强者红是当今世界第1强者，也是极限武馆的创始人。他一人的实力就足以匹敌一个大国。灭世虽好，毕竟是枪法，我最擅长的还是刀法。9重雷刀。9重雷刀是世界第2强者，雷神的究极刀法，修炼难度极高。我擅长的武器是刀，这9重雷刀正是这世界上最究极的刀法。不想当世界第1的武者，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武者。9重雷刀，前3重。认证通过，购买成功。9重雷刀前3重秘籍将会在24小时之内送达。请问是否还需要购买武器与装备？啊？我忘了，还有武器装备要买。我的天，2000万华夏币根本不够用啊！罗峰，你是？我叫陈谷，是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的高级战士级武者。我奉吴总教官之命，将这个带给你。9重雷刀，这么快就送来了？这需要武者亲自来送啊？9重雷刀可是世界第1刀法，觊觎它的人大有人在，不交给可靠的人来运送怎么行？况且还有一些事情要当面嘱咐。当面嘱咐？按照规定，你购买这套9重雷刀只有学习权，不得抄录和贩卖，否则会遭到2大武馆和各国政府的联合通缉。我明白了。还有一件事，罗峰，你在1个月前是不是被关进了宜安区看守所？这件事已经被查明了，我没有寻衅滋事。我知道，现已查明是那个名叫张浩白的年轻人策划的。要知道，暗杀准武者是极重的罪名，轻则20-30年有期徒刑，重则死刑。他的叔叔张泽虎联系到了极限武馆，想要跟你谈判私了这件事。私了？张泽虎，他是雷电武馆的武者，我跟他也打过几次交道了。罗峰，你不必担心，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吴通教官，这件事确实是我侄子不对，不过毕竟也没造成多大伤害，我出500万华夏币，这件事就这么算了。500万就算了？你以为罗峰是个新人就能随便欺压了？你们说是谈判，却一下子来了3个虎牙小队的人，不是仗势欺人又是什么？真当我们极限武馆好欺负吗？
那你要多少？好说，5000万华夏币。5000万！外加你侄子向咱们罗峰的父亲道歉，下跪道歉。罗峰是我们极限武馆的人，他家人受辱，极限武馆当然要讨回公道。你们未免欺人太甚了。好，5000万我能答应，但跪地道歉一事，不如就算了。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只有一个人有决定权。张泽虎先生，难得你亲自来极限会馆谈判，但是这件事我不可能同意私了。张浩白伤害我个人，我可以姑且不论，但他却伤害到我无辜的家人，我绝不会轻易宽恕，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小子到底懂不懂规矩？极限武馆尊重罗峰的决定。这里是极限会馆，请你们自重。你要知道，我只差一步，就能成为战将级武者了。是又怎样？好，有种。我们走。你小子可以啊，面对高级战士级武者都不卑不亢的。这次真是谢谢陈哥、江教官、吴总教官了。这有什么感谢的？极限武馆的武者都是一家人。不过可惜，他那5000万我还真的急需。我买9重雷刀花掉了大部分资金，现在都没钱买装备了。这有什么可惜？我有贡献点，可以半价购买装备，我来帮你买，你再转账给我就好了。这样也可以？当然可以，你们都是队友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队友？诸葛主管吩咐我安排你加入战将级武者小队，我权衡再三，决定让你加入火锤小队。我陈谷就是火锤小队的副队长，以后我罩着你。当然，我也事先说明，战将级武者小队的任务通常危险度极高，如果你在第一次任务中表现不佳，或者拖累队友，就只能将你踢出小队了。我明白。想不到他居然躲过了金乌九的利爪，这个阴魂，我迟早会除掉的。